当红歌手梁一年在他的演唱会现场官宣了恋情，粉丝很快发出女生是当红女星苏林雪。我浸出一身冷汗，默默跟酒店打电话取消婚礼，盘算着如何让他们一起下定狱。梁一年成名前后的每一首歌，我都有参与制作，他全国巡演的每一场演唱会都是我全程跟进的。但是苏林雪不在我的计划之内，我没想到他会在演唱会现场跟他如此频繁的互动，更没想到在歌迷问起他是不是嫂子时，他会笑得一脸明天的回应，我希望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。听到这个问答，歌迷们沸腾了，尖叫声、呐喊声、欢呼声等所有声音顷刻间汇成一片，他们高高举起手里的荧光棒，为他们的偶像找到真爱而庆祝而狂欢。后台的同事们面面相觑，眉头紧锁，大家全都看不懂他这波操作。公关部打字的手也已经微微颤抖，直到看到因他的一句话而爆出的10几条热搜，我才忽然明白，原来是他呀，他回来了，那就情有可原了。怪不得梁一年连最基本的理智都没了，甚至连前途都不要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能让梁一年不顾一切去奔赴的人，只有苏林雪。只是他不知道，此时跟苏林雪绑在一起，无异于给自己判的死刑。还好目前只是互动，还在可掌控之内。在我绞尽脑汁想着如何紧急公关时，苏林雪竟捧梨树花，缓缓走到舞台中央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给梁一年一拥抱，然后接过话筒说，梁一年，我现在就回答你，你有这个荣幸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疲惫，全身的力气都被耗光了。台下的歌迷再一次沸腾，网络再一次瘫痪，热搜再一次爆了。梁一年苏林雪官宣恋情，梁一年初恋破镜重圆，他说他只唱给他听，他说他答应了。表面看上去，网友们磕碜磕死，不管是不是梁一年的歌迷，也不管是不是苏林雪的粉丝，都被他们的这波表白感动得稀里哗啦。家人们谁懂啊？我人没了，太甜了太甜了！你们留意到梁一年的眼神了吗？他好生气，我好爱啊！苏林雪不是刚回国，这么快就官宣了，看来他等他好久了，太幸福了家人们，我柯得 CP 成真了。以前就看他俩经常互动，没想到是真的，偶像剧召集现实了，民政局搬来给我原地结婚，但我知道这只是假象，真相掌握在为数不多且很快就被吞没的评论中。梁一年不是有女朋友吗？什么时候跟苏林雪在一起的？互联网没有记忆了吗？苏林雪校园霸凌了，你们忘了之前那个新人女演员是怎么死的吗？就是啊，去国外躲几年回来就能继续赚钱，这不就是炒作吧？梁一年也不是这个路子，实力派男歌手跟流量女明星，这波混搭看不懂。梁一年就是自寻死路，早晚得退圈，蹲一个，觉得楼上是预言地。老板看到热搜后大发脾气，谁让他这首官宣恋情的？跟公司商量了吗？给他的人设和定位是这样的吗？才刚红多久啊，这就飘了，他是不是不想干了？我刚想解释，被他打断，我不管，你的人你负责，解决不好这件事，别回公司了，直接回家。嘟嘟嘟，他挂断了，我听着电话那头的忙音，只觉得头嗡嗡作响，好像有人在我脑子里放烟花，噼里啪啦，怎么都不肯停下来，太吵了。黎生姐，怎么办？咱们是不是要失业了？助理沈月满脸担忧的看着我，我刚想安慰她，便看到梁一年跟苏林雪一起过来了。彼时的苏林雪正挽着他的手臂，宣布主全班，很是得意。我眼神示意梁一年，解释一下吧。对不起生生，我跟苏小姐只是炒作，主要是为了电影的宣传造势，事先没跟你商量，说我考虑不趴。不等他说完，我抬手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，他偏过头去，愣着在原地，一句对不起就完了。你知道这样做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影响吗？你知道有多少同事会因为你而失业吗？你忘了合同条款里怎么写的？想解约可以提前说走正规流程，没人会拦你。提前找好下家，把前东家推到风口浪尖上，谁教你这么做人的？梁一年，你红这么几天，是不是忘了自己怎么爬上来的？你凭什么打他？苏林雪冲我吼起来，你不就是嫉妒吗？嫉妒一年选了我气了你，没必要说的那么观点堂皇，你这是公报私仇懂吗？林雪别说了，苏一年打断他，顺手把他拉到身后，我微微抬起下巴看着苏林雪，我跟我公司的人说话，轮得到你插嘴吗？还是你觉得上赶的当小三很光荣？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知道我是谁骂你？梁一年又一次打断他，他说我制片人，你说话客气点。哦，只是制片人吗？其实苏林雪并非不知道梁一年是我男朋友，她只是不在乎，她觉得只要梁一年还是爱她的，那他就是属于她的，管他此时正跟谁在一起的。可是很不巧，他是跟我在一起，我这人眼里揉不得沙子，两个女人抢一个男人这种事，我是不屑感的。如果你不能满眼都是我，那就别惹我，如果惹了，那就只能去死了。于是我一字一顿跟梁一年说，你私自官宣恋情违约在先，按照合同规定赔偿违约金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跟大娱乐没有任何关系。至于我跟你，也正式分手，没有任何关系。说完把解约通知书砸到他身上，签字吧。他犹豫了，无比难堪的看着我，生生，你非得这样吗？回答他的只有我转身的背影，拿出手机给陈燕之发信息，陈先生，你之前说的合作我同意了，明天来公司面谈。
陈燕之是我很早就物色好的黑马歌手，也是替代梁一年最好的人选，无论是外形、唱功、人气、学历还是家世等，全都是无可指摘的。此时由他来填梁一年解约带来的坑足够了，太够了，甚至有些大材小用。他在国外名气很大，粉丝基础特别扎实。稍微一包装就是明日之星，甚至不包装就已经可以独当一面。当我把他带到老板面前，他不由眼前一亮。当我跟他说完我的整个计划，并向他保证陈彦志远比梁一年更有可塑性，更能给公司带来质的转变时，他只剩鬼使神差的点头了。那就官宣跟梁一年解约的事吧。另外在官宣陈彦之正式加入大娱乐，很快热搜第一变成大娱乐跟梁一年解约，粉丝们乱成一团，纷纷猜测发生了什么。不会吧，梁一年可是大娱乐一手捧起来的，怎么说解约就解约了？梁一年怎么得罪老东家了？有人知道内幕吗？楼上别乱猜了，解约是因为梁一年要转型拍电影吗？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，梁一年的黑料其实不少，只是都给压下去了。展开说说，我以为就我一个人觉得官宣恋情，真是很蹊跷呢。不过这条热搜并没有存在多久，很快就被陈彦之刷了下去。陈彦之正式加入大娱娱乐，燕神回归，陈彦之新专辑，陈彦之你至于我的意义，这下好了。陈彦之的歌迷可比梁一年的更疯，他们直接给热搜词条加上一个紫红色的豹字。当然了，有一部分是我推波助澜的结果，只是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大家看到了陈彦之的影响力，也看到了陈彦之要跟大娱乐合作的消息。老板看着飞速飙升的浏览量和讨论量，总算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毕生啊，要不怎么说你是金牌制作人呢？公司没了你，那根本不行，你竟然连陈彦之这种大瓦都挖得到。我笑笑，老板哪里的话，都是您带的好。其实老板能那么干脆放梁一年走，除了陈彦之可以轻易替代他以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这个原因的后果他是知道的。如果不解约，就等于给公司买一颗炸弹，炸了，全部人都得玩完。而这也是我给梁一年准备的分手礼物，是他背叛我必然要付出的代价。回到家时，强忍着疲惫，把梁一年的东西全部丢出去，把和他之前拍的合照全部剪碎，然后再给婚庆公司打电话，告诉他们婚不结了，订单取消。李小姐，怎么这么突然？距离婚礼可就只有1个多月了，您花那么多心思准备，没事取消吧？新郎死了，没办法，那您节哀，只是定金不退的哈。我知道，怪的电话。我在沙发上盘腿坐下来，脑海里闪过这几年跟梁一年相处的点点滴滴，对我觉得一阵窒息。我初次见他时，他还只是98的驻场歌手，他有嗓音很独特，唱情歌时非常投入，有一种当下男歌手不具备的破碎感，即便周边很嘈杂，听他的歌依然会觉得内心平静。在如今日益浮躁的娱乐圈，他是很稀缺的存在。我把名片递给他，问他有没有兴趣跟我走，他看着我的名片发呆，然后目光在我脸上停留。黎生，你是黎生？怎么，你认识我？当然，做我们这一行的，谁不知道圈内最有名的制作人就是黎生呢？我很喜欢你之前的填词和作曲，你是我的偶像。我客气的对他笑笑，内心涌进一股暖流。人人都知道我是音乐制作人，很少有人知道我真正热爱是音乐创作，而非制作。后来的相处里，我们就创作本身深入交流，是彼此为知己。当他的第1个专辑大爆时，他鼓起勇气向我表白，说他想离我更近一点。当他拿下第1个音乐大奖时，他向我求了婚，说他的余生只想跟我一个人有关。我曾以为我们是相爱的，曾以为他对音乐是有惊为心的，直到后来他初心不在，突然跟我说他不想做音乐了，他想去拍电影。从那时开始，我们便渐行渐远。直到后来苏林雪出现，我才知道真正的原因。苏林雪是他的初恋，他背着我跟他就情复燃了，以至于他刚回国，他就迫不及待地宣布了跟他的恋情。即便那时他还没跟公司解约，即便那时他还没跟我分手，他并非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，他只是不在乎。正如苏林雪不在乎他有女朋友一般，他们是同样的人，同样的自私，同样的烂，只是他终究看错了我。我能一手成就他，自然也能一手毁了他。他在谁恋爱都可以，他是不是跟我分手，我也根本不在意，但他绝对不能坏了我在业内的口碑，影响我事业的发展，否则我会让他怎么上来就怎么下去。陈彦之的新歌一炮而红，公司将所有的资源都向他倾斜，很快便着手准备发的人专辑。我作为首席制片，在紧跟音乐市场趋势的前提下，结合他擅长的风格和类型来制定发展方向，让他的作品更具特色，也更具市场竞争力。他的粉丝和人气等在短时间内实现暴涨，新歌很快便霸占各大平台的榜单，可以说我们打了一个很漂亮的翻身仗。老板一高兴，将庆功宴的地点定在一座景色优美的海岛上，大家一起多日来的疲惫，喝了很多酒，话也随之多起来。说实话，在咱们公司，我最佩服的就是升级。梁姐约给公司挖下那么大的坑，她一声不吭就给填上了，真是厉害。你是升级，我们知道你跟梁的关系，你对他的付出，我们都看在眼里，你们放心吧，他的报应很快就来了。我听说他接的那部电影根本不是男1号，最多就是个跑龙套的，真的吗？那可太好了，起风了，有些凉，
我下意识打了寒战，试图结束这个话题。大好的日子，别聊这些晦气的往事，我跟他只是工作关系而已，只是工作关系。一道清冽的男声在我身后响起，所有人齐刷刷看过去，是梁一年。他走近我，逼问道：现在提起我，你都觉得晦气吗？不然呢？老板见状走上前，将我拉在身后，你来干什么？叛徒！他的目光依旧紧盯着我不放。为什么不经我同意就将会约取消了？我没同意跟你分手，黎生。我扑哧一声笑出来，还没回答，陈燕之过来了。他顺势将自己的外套披在我肩上，说了句小心着凉。我笑着对他说声谢谢。梁一年见状瞬间沉下脸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你是不是因为他才跟我分手的？你要脸麻梁一年，我终于受够了，你来这发疯是什么意思？不想跟我分手是吗？好，我成全你。我打开手机开始录视频，来说向全网公布，我才是你女朋友，苏凌雪只是个臭小三，你敢承认我就跟你复合，你敢吗？不敢就给我滚蛋。他正在原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，良久才缓缓开口，你别这样黎生，我是有苦衷的，其实你爱怎样怎样，用不着在这有心我。说完我转身就走，海风在我脸上胡乱的吹，再也没有为他流过一滴泪。很不巧，梁一年来找我的事，当晚就被人发到了网上，不过只发了前半段，到陈燕之位我披外套结束。尽管如此，那句我没同意跟你分手，还是瞬间将梁一年和苏林雪两个人推到风口浪尖上，网友对他们口诛笔伐，疯狂艾克两人，让他们给个解释。那位穿黑色吊带裙的小姐姐，是不是梁一年之前的制片人？我在活动现场见过她，他们是情侣关系吗？天啊，不会吧，苏凌雪是第三者，太恶心了。梁一年这是公开出轨，我早就说两前脚刚官宣恋情，后脚前公司就发了解约通知，这是肯定有蹊跷。眼神是不是喜欢这骗人小姐姐？眼神好温柔，我大概瞄了一眼评论，甚至满意。不过热搜仅存在了几分钟，很快就被撤掉了，连同那些评论也奇迹般的消失了。网上一片平静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他们的公关能力不愧在行业内首屈一指。没关系，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，只要浮上水面，就会有人深挖，挖着挖着就会发现究竟谁华丽的。桃子下长满了虱子，只是这一切并没有瞒过陈燕之的眼睛。他在私下无人时，突然跟我说，黎生，我不介意你利用我，我甚至可以帮你，你知道了。当然，从你提议来这个岛上举办庆功宴我就知道了，我查过梁一年的行程，他刚好在这拍 MV， 只是不好意思，给你披外套是我给自己加的戏，既然你知道有摄像头在拍，不怕受连累。他摇摇头，我可能比你更希望他们去死。我有些惊讶的抬眸看他，他赢得海风娓娓道来，你还记得前几年有个新人女演员自杀了吗？对外称工作压力太大了，抑郁症发作，其实不是，他被潜规则了。他当时签约的公司就是苏氏娱乐，苏林雪家的公司。他点头，他自杀前发了条微博，叙述整件事情的经过，但很快就被封号了。后来有人作证说他有精神病，这件事便不了了之。我想起来了，印象中是个很漂亮、很可爱的年轻女孩。当时她发微博澄清说自己遭受了剧组霸凌，但没有人信她，还说她曾热度。这件事似乎跟苏林雪有关，这就是她去国外发展的原因。她在逼风头。我在国外这几年一直在调查这件事，刚有眉目你就跟我取得了联系。当我知道苏林雪跟梁一年的关系，而你想利用我报复梁一年时，当即决定跟你合作。黎生，你有智慧有手段，有能力有资源，于公于私，我都没有拒绝你的理由。或许我们不仅是合作伙伴，还可以是朋友。我内心一阵凄然，可以冒昧的问一下，你跟那位新人女演员，她叫陈乐优，是我的妹妹。原来如此，第一次意识到我对陈燕之的了解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多，同时也意识到扳倒苏林雪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容易。但能确定的是，有陈燕之的帮忙，很多事做起来会更加顺手。这次热搜事件算是给梁一年和苏林雪的一个敲打，目的是告诉他们，我没这么容易善罢甘休。我在挑衅他，逼他对我下手，他没让我失望。我刚从岛上回来，他便带着一群人，气势汹汹的来家里找我，一进门便警觉的四处查看。我自然知道他在担心什么，索性告诉他，放心，家里没装摄像头，有什么话尽管说。他点点头，随后轻蔑的朝我的手机看一眼，我当着他的面关机，随手扔到沙发上，手机也不会录音。李小姐果然是个聪明人，她走过来缓缓坐下，你不必紧张，我今天是来讲和的。她从包里拿出一份协议，亲了吧？什么意思？我承认，在你们恋爱期间，官宣恋情有些不妥，但李小姐应该知道，你们早晚会分手。她在演唱会现场官宣，是我的主意，如果伤害了你，我很抱歉，你根本不觉得抱歉。在你们这种人眼里，从来不知道抱歉两个字怎么写。她看着我笑了，用食指在那些协议上敲了敲，签了它，你会得到500万，是你打一辈子工也挣不到的。从此以后，别再提跟梁一年恋爱的事，否则。我打断他，让我在娱乐圈里消失，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消失？李小姐说笑了，但也差不多。我轻哼一声，觉得可笑至极，拿起那份协议，当着他的面撕碎，然后一把砸在他的脸上。他带来的人似进洞，朝我冲过来。
被他伸手拦住。看来李小姐这是不肯合作了。你一早就知道，隔壁多此一举，可你是人，是人就会有软肋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李小姐父母早亡，只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妹妹，对吧？妹妹读的是播音主持专业，如果她再也说不了话，该怎么播音，怎么主持呢？我劝你再好好考虑一下。你在威胁我？我的声音开始颤抖，显而易见，苏凌雪，你眼里还有王法吗？你不怕我报警？报警又能怎样？你可以有证据。行，你喜欢梁一年是吗？一个烂男人而已，你想要尽管拿走，我根本不在乎。我知道你不在乎，但你刚刚砸疼我了，我后悔了，那就先领点教训吧。你想怎么样？别着急，你很快就会知道的，等着被网暴退圈吧。他起身离开，我佯装对着他的背影破口大骂，待他走远，从大衣的口袋里拿出录音笔，按下暂停键，然后打电话给陈燕之。你那边怎么样？放心，都搞定了，那就一起迎接风暴吧。如果我没猜错，在国内找不到我妹，他的矛头便会对准我，而被爆黑料，则是毁掉一个人最轻松也最常见的手段。想到这一点，莫名有些兴奋，毕竟这是女明星才会有的待遇呢。苏林雪自以为很聪明，说不知正一步步掉入我挖好的陷阱。果不其然，苏林雪离开没多久，我的名字便挂上了热搜，知名音乐制作人疑似被包养，待遇娱乐离生，离生潜规则男同事或男艺人。我大概看一下，一次被包养的图片，大多是早期跟唱片公司谈合作试拍的，还有些是拉赞助时跟一些金主的错位图，这些只是用来混淆视听，告诉大家我为人不检点的，问题不大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潜规则男同事或男艺人，潜规则的这个词用得非常妙。他们不仅放出了图片，还放出一段采访的视频，大多数我们公司已经辞职的男同事或已经解约的男艺人，他们在采访中透露，我利用职务之便对他们进行职场霸凌，还数次暗示他们，若不配合不服从，就让他们在圈子里混不下去。离制片在大娱乐是只手遮天的存在，老板都说公司离了他不行，正因如此，他才敢这么猖狂。我跟他一起出差，他多次暗示我晚上去他房间，他还在半夜时分敲过我的门。主持人问，外界有传言，良心男艺人曾是他一手捧出来的，两人疑似恋爱关系，这件事属实吗？什么恋爱关系？他单方面喜欢人家而已，良心男艺人是有女朋友的，俩人曾是异国恋，经常因为他吵架。主持人又问，那么后来这位男艺人跟公司解约，是不是因为不堪其扰呢？对，他宁愿赌上前途，也要跟他划清界限。看完这段采访视频，我心满意足的点点头，他们的确下足了功夫，的确可以将我置于死地。网友们也这么认为，他们将矛头纷纷指向我，在我的微博下口图芬芳，用被包养的钱再去潜规则小哥哥，你玩的挺花呀大姐，我就说你怎么可能是梁的女朋友，他怎么看得上你？原来是蹭热度啊，真够不要脸的，职场霸凌，潜规则男同事或男艺人，真恶心，我要吐了。这女的看着就不像个好人，差点因为你冤枉了苏林雪，原来你才是小三，自己退圈吧，否则出来一次骂你一次，简直是娱乐圈支持。我看时机差不多了，打电话给老板，你让新媒体部的同事发的开除通知，就说我因个人原因影响到公司的声誉，还将向我发起索赔。老板刚想说什么，又憋了回去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关播发布开除通知不久，网友们再一次嗨了，看来是真的，这节彻底在圈内混不下去了。大快人心，我将这些媒体账号和个人账号全都截图保存，留着备用。梁一年来找我时，已经距离我被网暴过去了将近1周，这1周我几乎没有出过门，有人将我的地址扒出来，挂到网上，时不时就会收到一些匿名的快递，被恐吓、被威胁、被辱骂等。我早已习以为常，你为什么不解释？他有些气急败坏，怎么？你心疼我？黎生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我真的没过伤害你，没想伤害你出轨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他毫无征兆的开始了他的表演，我不该对你旧情难忘，导致苏林雪对你恨之入骨，铁的心要报复，但我没想到他会这么极端，真的对不起。我承认我对苏林雪有执念，毕竟她是我的初恋，但真的在一起了，我发现他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，他简直是个疯子。我们分手后我才意识到，我爱的人是你，黎生，是你一手打我捧出来的，没有你就没有现在的我，我不该恩将仇报。你说完了吗？我没耐心听下去了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但至少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，可以吗？可以呀，你想怎么赎罪？他略作思考道，我可以等拍完这部电影，找个理由跟苏林雪分手，然后再跟你在一起，这样就不会有人再怀疑你，或者你干脆别工作了。苏林雪说他会将我捧成影帝，到时候我来养你。哦，也就是说你要背着他金屋藏娇，让我当你的金丝雀。我彻底笑了，你这样做对得起他吗？这不还是恩将仇报吗？到底是有经验啊，这种事做起来得心应手。梁一年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真的很贱，不仅贱还蠢得厉害？你走吧，我就当你今天没有来找过我，否则我让你跟我一起挂在热搜上。听到最后一句，他瞬间起身离开了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说到底，他谁都不爱，他只爱他自己。我也好。
苏林雪也罢，在他眼里不过只是一把梯子而已，他想站得更高，便踩着我们一路往上爬，谁更好使，他就跟谁在一起。他或许真的愧疚过，但这种愧疚只是源于不安，他担心一朝泄露，自己会功亏一篑，这才强行扮演一副深情的角色，好说服自己，我没错，我是爱他的，我是逼不得已的，可惜我对他不再有爱，他这些伎俩在我眼里只剩恶心，全副武装准备偷偷出门，没想到刚到地下停车场就被人拦住了。请问是黎生黎小姐吗？来人是位身材高调的女生，鸭舌帽的帽檐压得很低，生怕被人认出似的。我在脑海里搜索跟她有关的记忆，但一无所获。她边道歉边自报家门，我是陈乐优以前的同事，你可能不认识她，但应该认识苏凌雪。我相信你是被冤枉的，因为这是他一贯的手段。李小姐，你为什么不肯站出来揭穿他？你真的甘心就这么被他陷害吗？这么说来，关于陈乐优的死，他一定知道些什么。但现在我不能跟他细聊太多，以免破坏我的计划，于是跟他加了微信，便匆匆离开。很快，我收到一条长达1000字的信息，据他描述，苏氏娱乐的某个高管试图潜规则陈乐优，但陈乐优第一时间拒绝了，从此他便成为被霸凌、被孤立、被羞辱的对象。陈乐优自杀前上网澄清，却被说成蹭热度，想红想疯了。为什么他不报警？因为他没有证据，他们还拿他的家人威胁他。那你找我的目的是？我拍到了一段当时的视频，看到这句话，我的心瞬间狂跳起来。在3分，他强调你来找我的事，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，你千万不要跟人说你拍到视频，其他的交给我，你只需要静等结果。另外，谢谢你愿意相信我，更谢谢你愿意站出来，尽管你并不认识我，尽管这一切本与你无关，我将他发来的视频小心翼翼地保存。没忍心再看第2遍，尽管已经竭尽全力保持冷静，但巨大的愤怒还是几乎将我吞噬。现在不能有多余的情绪，最关键的时刻马上就要来了。我颤抖着双手打开微博，点进去梁一年跟苏林雪合作的那部电影的主页，意外得知开季是提前了。梁一年虽然只是演了一个无关重要的男配，但电影的主题曲是他唱的，勉强算是转型成功。而苏凌雪则是正儿八经的女主角，毕竟这部电影的主要投资方是他们苏氏娱乐。如果这时两人同时被爆出惊天黑料，会是什么后果呢？如果关于我潜规则男同事或男艺人的事件出现了逆转，又会怎样呢？如果苏氏娱乐就此破产，再也不复存在，想到这，我拨通了陈燕之的电话。电影提前开机了，我们的计划也要提前，我暂时不去找你了，现在掉头回家。另外，我掌握了新的证据，跟你妹妹有关。在电影举行开机仪式的当天，梁一年和苏林雪被记者们团团围住。相比于电影本身，他们对网上热传的八卦更感兴趣。前段时间关于你们曾被第三者插足的新闻在网上传得沸沸扬扬，请问这是否影响到你们感情的稳定性呢？梁一年肉眼可见的黑了脸，苏林雪却大方回应，没有丝毫影响，我男朋友这么优秀，有追求者很正常，谢谢大家的关心，也请多多支持我们的新电影。网友们纷纷感慨，这才是原配的气度和格局，某些小丑根本比不了。苏林雪状态不错，看来我这段时间销声匿迹，成功让她放下了戒备心。他以为我已经被他解决了，那我就给你个惊喜，我们来算个总账吧。梁一年在岛上找我那次，说了句我没同意跟你分手，本已坐实了和我之间的恋情，但热搜很快就被撤掉了，他们还特意转移注意力，在陈燕之给我 PY 套这件事上大做文章。现在我放出视频的后半段，我拿着手机问梁一年，敢不敢公布和我之间的关系，敢不敢承认苏林雪是第三者？如果感觉复合，他犹豫了，然后灰溜溜的离开。当然，放出这段视频没什么意义，这只是个开胃小菜，我的目的在于引起公关的注意，让他们开始上班，毕竟等下有的忙了。网友们的攻击力度一如既往的大，我的主页瞬间涌进来很多人，他们提心的问我怎么还没死。没过多久，我发出的那条视频就被删掉了，但已经有个别网友开始相信我，他们问我有没有实锤。我很快放出苏林雪带着人来家里找我的那段录音，他拿出协议逼我签字，说给我500万，要我不再提跟梁一年恋爱的事。他说，听说你父母早亡，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妹妹，如果你妹妹再也说不了话，他说我会让你在娱乐圈消失。他嚣张的威胁和我当时的无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字字句句，再也无可抵赖。网友们起初还在兴奋的骂我，听到这段录音以后，敲击键盘的手停在了半空中，怎么回事？反转了，这真的是苏林雪说的话？卧槽卧槽，真的震惊了，感觉被人当枪使了。我听到了什么？这个制片人才是原配，还被小三威胁。苏林雪说让你在娱乐圈消失，然后离制片就被爆黑了，这要巧吗？路转黑，梁一年跟苏林雪两个人真的烂透了，这根本就是有计划的陷害。楼上别激动，说不定还有反转。等苏林雪回应，我看着蹭蹭上涨的热度和讨论度，盘算了什么时候收到律师函，大概过了2个小时，苏林雪的公司发文澄清，说录音实为捏造，将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艺人的权益。我冷哼一声继续放锤，这次放出的是梁一年亲口承认出轨的录音，他说
我不该对你旧情难忘，导致苏林雪铁的信仰报复。他说，你为什么不解释呢？他说，干脆你别工作了，我拍电影养你。这段录音不仅坐实了苏林雪插足和有计划的报复，还可以让网友看清他的真实面目。这一次，在忠实的粉丝也恢复了理智。也就是说，女朋友把他捧红，他却出轨了女明星，他还企图利用女明星，反过来养女朋友。我真的要吐了，这个男人简直刷新我的三观，彻底脱粉，想到粉过就恶心的程度。由于这两段录音的影响力太大，热度已经到了压制不住的地步，电影方那边直接宣布开机仪式暂时取消。梁一年和苏林雪被打得措手不及，据现场传来的视频来看，他们被媒体记者们层层围堵，再也没了几个小时前接受采访时的嚣张。可这只是个开始，重头戏还在后头。我的手机显示被打爆，我一律不接，但我留意到信息里有一条是，李小姐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我们就之前的冲动向你道歉，如果你愿意和解，我们愿意给到你这边1000万。我没有回复，他们没了耐心，开始人身威胁。我截图同步到网上，并顺手报了警。与此同时，将那些曾经造谣诽谤我的媒体一并起诉。有一部分看到如今形势逆转，很快开始公开道歉，承认自己只是收钱办事。那些骂我最凶的网友，删屏的删屏，消耗的消耗，但是没用。我一个都不会放过，有部分死忠粉依旧在垂死挣扎，紧咬着我潜规则男同事和男艺人的事不放，就算被插足又怎样？潜规则总是真的吧？职场霸凌总是真的吧？那些接受采访的受害人又该如何解释？别着急，很快就来解释了。首先是曾合作过的唱片公司和赞助商出面澄清，跟李小姐之间只是纯粹的工作交流，不存在所谓的被包养，一直信任李小姐的人品。其次就是那些接受采访的男同事和男艺人们承认自己被威胁，做了伪证，有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以及录音等作为证明。这里要感谢陈燕之，他在背后做了不少工作，事已至此，他们手里最后的筹码一个也没了，一切真相大白。我满意地刷着微博，看着自己的节奏，有一种热泪盈眶的冲动。这段时间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。截止到目前，关于苏林雪的热搜已经不低于20个，其中大爆的有5个。苏林雪致3当30锤，苏林雪威胁原配，苏林雪滚出娱乐圈，21年烂人，向黎生和大娱乐道歉。看到大娱乐4个字，我才想起打个电话给老板，没想到还没开口，便被他堵住了。黎生啊，我都明白，你什么都不用解释，我就知道，相信你是对的，还好听你的，得梁1年解约了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还是那句话，公司离了你不行，谢谢老板，都是你教的好。别，离这片谦虚，这我可教不了你。挂掉电话后，发信息给陈燕之，我的任务完成了。他秒回，好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在苏氏娱乐想尽一些办法力保他们的大小姐苏林雪时，很快就自身不保了。媒体首先爆出的就是苏氏娱乐的高层潜规则新人女演员的丑闻，那则被拍到的视频足以证明一切。很快就有网友认出，视频里的受害人就是几年前自杀的新人女演员陈乐悠。还有网友放出陈乐悠自杀前的微博截图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应该就是曾找过我的那位女同事放出的，她应当是没站出来，而深深自责，一直在等着这一天的到来。从陈乐悠的微博截图可以看出，她当时叙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。她是勇敢的，她为自己努力过了，但不仅没有人信她，反倒还有人说她蹭热度，说她想红想疯了，更有甚者，有人颠倒黑白，说她勾引公司的男高管。如今反转了，真相大白了，网友们倒吸一口凉气，只剩下唏嘘和对她的歉意。苏氏娱乐还没机会出来解释，那位涉案的男高管就已经被警察带走了，是陈燕之报的警。如今他终于可以亲手为妹妹讨回公道了。苏氏集团男高管性侵案，向陈的优道歉。当2个字条同时被挂上热搜时，很多女生纷纷出来曝光，说她们也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职场性骚扰，桩桩件件，矛头全都指向苏氏娱乐。苏氏娱乐真的从内到外的烂。不过这还没完，他们要付出的代价远不止于此。有人实名举报，苏氏娱乐常年偷水漏水，他们拍的每一部电影基本都有签订阴阳合同，哪怕只是一个挂名的制片人，都可以开出3000万的发票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涉及商业上的恶意竞争和桃色交易，甚至还有满凶杀人，这些俨然具备了黑社会的性质，足以让他们破产并坐牢。当官媒的通道发出来时，苏林雪和苏氏娱乐已经彻底被锤死，再也没了翻身的可能。网友们也终于放弃了挣扎。到了这一步，我才知道陈燕之为的这一天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。他想要的不只是为妹妹讨公道，还有苏氏娱乐的彻底垮台。只有除掉他，才能还娱乐圈一片净土，否则会有越来越多的女孩被伤害。女孩们想当演员没有错，想红没有错，长得漂亮更没有错，错的是那些给他们明码标价的人，他们不是商品，而你们却是真禽兽。苏氏娱乐垮台没多久，21年便公开向我道歉，并正式宣布退圈。他说，我亲手弄丢了我的制作人，大家帮我好不好？或许从我放弃他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放弃了我的整个人生。我知道错了，向所有人说声对不起。
看到这些我内心毫无波澜，只觉得恶心，直接把手机锁屏。但我没想到，他竟直接来到我家楼下，求我跟他见一面。我更没想到，在我下去时，一辆红色的迈巴赫跑车竟朝我不偏不倚地转过来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便被人一把推开，重重摔在地上。然后我眼睁睁地看着梁一年飞出10斤米远，扑通一声摔在地下。我认出车里的人是苏林雪，她疯了，她竟然想开车撞死我。我找回理智，颤抖着双手拿出手机报警。这时小区的保安和路人等全都围了过来，很快有人认出被撞的人是梁一年，第一时间拍照拍视频发到了网上。此时的苏林雪还惊魂未定地坐在驾驶座上，大家围着她的车，大骂她是杀人犯。等警察赶到时，她双眼通红，嘴唇微微颤抖，却看不出一丝悔意。她瞪着我，骂我，诅咒我，却又不得不上了警车。这次是她自己找死。不管梁一年有没有事，这个牢牢都坐定了。苏林雪杀人犯，当这个词条被挂到热搜上时，我的嘴角勾起一个不易察觉的糊涂，这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上热搜。从今往后，大家提起他，只有谩骂。从今往后，娱乐圈查无此人。他一定不知道，我跟梁一年站的位置是摄像头的正中间，角度最好，拍得最清。最终梁一年捡回了一条命，但全身瘫痪，跟植物人没有区别。这样也好，至少他的脑子是清醒的，还可以日日反思，日日后悔，日日赎罪。他并没有因为在关键时刻就玩洗白，网友们彻底清醒了，不再稀罕他所谓的深情，只记得他做过的那些令人作呕的烂事，只记得他像一个笑话一样短暂的存在过，后来又退圈了。而我重回公司，继续当音乐制片人，还一战成名而升职加薪，老板还给了我股份。他说，如果以后我有黑料在你手里，请务必手下留情。我有些无语，我从毕业就跟着你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至于吗？黎生啊，了解归了解，我只是有些后怕，好吧，那你别得罪我。后来，陈燕之在我们公司的鼎力扶持和包装下，迅速成为一线男歌星，一时间大红大紫，他成为我们公司的活招牌。我总算向公司证明了，我的眼光没有错。他在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大获成功之后的庆功宴上，对我举杯致谢。他说，黎生，遇到你是我的荣幸。我笑着回他，彼此彼此。一口酒下肚，胃里暖暖的，心里也是，全能完结。